各位，2026年7月7号晚上7:06，现在在江苏镇江我这个租的房子里面。我前2天不是说我买了一套房子嘛？今天下午我跟中介还有房东，我们到前面镇江行政服务大厅或者政务中心那边，已经基本交易成功了吧？明天正常来说房本应该能拿到的。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东西，我刚刚花了半小时把这个税费啊，还有一些我个人总结的东西，因为我大学就学的财务会计，这些所有的增值税、个税，包括印花税，我都跟大家讲清楚。我列了一个提纲在电脑上的，然后我想花几十秒回应一下，就是总是有那么100个人里面有1个2个，他总是喜欢跟你抬杠。我跟大家讲真心话，就今天这个节目啊，干的要命，比沙漠还干，像塔克拉玛干沙漠还干。我本来是想锁到会员视频里的，你愿意充钱看呢，你自己看。因为我有实际的样本，这个契税、增值税的单子我都在这里，还有收据，所有的东西我自己都经历了。你说这个干货干不干？就前几天我买了房，其实也没有任何提纲啊，就不会像今天聊这么顺，因为我今天列了提纲了，我就说一下感慨啊。我看到中介大姐她的这个朋友圈，我跟她聊。那我前天中午去看房的时候，前面还有3个买家，是吧？有这种办不下来这个贷款的，还有要人家电视的，要人家梳妆台的，还有一定要住在人家家里的。那我觉得就算我个人生活的一个东西有些人就抬杠。其实我也没有详细讲那个房子的情况，你们也没看到对吧？后续那个房子我打算可能会放到会员视频里面，因为有些人，我说实话，你就是别说搞我心态吧，你这个抬杠真的是非常愚蠢的就是说啊，你这个房子买到顶楼啊，顶楼热死你，顶楼很热的顶楼很热的怎么样？我心想，你是生活在古代吗？你家里空调用不起吗？现在这个小区房都是5毛钱的电费啊，它还有那个峰谷电费啊，就晚上10点之后是3毛4毛的。你年用电它还有一个阶梯电费，就1年是超过3000度还是2000度，你自己支付宝微信交费的时候那里都有写的，就电费是很低的，就约等于5毛钱1度嘛。你能用多少电费开空调？顶楼很热的，顶楼很热的，但顶楼很安静，你怎么不讲啊？是不是？我那总成高也不高这是第一种抬杠。我先回应一下各位，就是说如果有人想要干货的，你把这个视频拉到后半部分好吧？我前面就是说我也有很大的怨气，各位，就现在做视频也不赚钱，我把真实的信息分享给大家，反而被人抬杠。还有一些观众翻出我2年前在云南的时候，我当时也就是大家刚认识我的时候，就算我早期当时有一天我说我离开宁波的一些原因，最主要就3个原因。第一个房价高物价高，第3个宁波的气候不好有人说那你怎么讨厌宁波？但是镇江离宁波经纬度也没差多远嘛，你怎么又在这边买房？那你感觉好像在打自己的脸。我想问一下，你小时候喜欢哆啦 A 梦或者动画片什么，你现在怎么不看了？你小时候上初中的，你怎么不初中上一辈子？就我人也是在变化的嘛，人也是有个阶段的嘛，对不对？你说80岁的人在想什么？80岁的人想着我盖到棺材里好，我也没多久活了，所以你看到老人有些都比较绝望，对不对？这个阿姨为什么把房子卖掉？那掉了产权证在这里，各位，她有2套房这上面清清楚楚也没有抵押。第3种就是跟我抬杠说这个房东跟中介联合骗你的，那些人都演戏的，怎么样？你看你分享什么东西都有人给你在那里打岔，你这些言论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多么愚蠢？就3个月前3月中旬的时候，我现在拍摄这个苹果17在泉州买的，当时那个顺丰一个女的快递员过来送到家里，我们拆箱怎么样的有些观众说你查一下吧，你那个手机买的是不是假的？这是真的苹果17吗？你买的多少自己查一下。我那视频明明在最后结尾，我那个爱视助手电脑上这个验机的打勾都正确的，什么电池什么硬盘都给大家看过，就明明你视频展示这么清楚，有些人还是说这些东西。在早期我就不讲了，你加个英文字幕居然说你是美国的间谍，那你怎么没有去领50万呢？我行走的800万你怎么没去领呢？
就有些人，所以我前天我说这2天啊，我真的开心不起来。就我当然非常感谢，就大部分人就都是说啊，祝贺你队长啊，但是你看看想象的我刚刚这样说的这几种评论，你还有心情吗？所以我说今天这个大概我这视频干脆不分享，分享干嘛？你看我列的提纲，各位，我列了半小时，卖家的税费，买家的水电燃气怎么交接的，我总结的经验。那今天可能这个房产中介小姑娘、小帅哥你也得跟着我学，你可能还没开单呢，你可能有些信息知识就是学的还不准确呢。这个税到底交的差额还是就是定额？我给你科普，我大学就学会计的，我告诉你，今天我有多么专业，各位，我敢说这个话，因为我是有实际的案例啊。我希望今天这个就是我分享我这个，我等一下我买的价格也会分享出来，无所谓。为什么？就比如说2028年有个人，他上网去查，哎，我买个房子应该承担多少东西啊？承担税费。那么我卖个房子应该承担什么税费？你网上有几个人敢跟你把这个真实信息分享出来的？中介全都是装货，有些中介年轻的中介啊，几个中介合起来啊，本身也穷逼，合起来收房子，搞得串房。这房东阿姨现在在看房呢，她跟我讲有些东西，我说你小心一点，阿姨，免得被骗了。我帮你参考一下。好了，我们上干货吧。任何人在我今天这个视频下方抬杠的，你直接给我滚蛋，直接进了黑名单里面。一个人一般也只有一个手机号，你这辈子不用看我视频了。接下来我收拾一下情绪，各位，我刚洗完澡，下午下雨了。那房东阿姨呢，由于她有2套房，她那个房产证还拿错了，我骑着电动车又给她带回来下雨，我们在她家里聊天，她家里摆了她跟她儿子的这个照片什么的，因为她那个冰箱贴上面也摆了她去潮州啊、西双版纳，他巴厘岛也去过。我说你也去过潮州吗？就是潮汕地区吧。我说我前几个月在福建那边，刚好把潮州那揭阳、汕头，还有这个潮州古城那全部拍完。我去了1个礼拜，那阿姨也是去了1个礼拜。就我这个房东阿姨啊，我们聊得很好，加了微信，她说过改天请我吃顿饭。怎么，因为他过2天，他明天就要把房子交给我。我说你住到8月份慢慢住好了，因为我自己租的房子嘛。我们已经成为你别说很好的朋友吧，我们聊了很久。他儿子是做老师的，他一直请教我一些东西，因为啊，他不知道他这个个税16000多可以全额退啊。各位，今天干货非常多，你有耐心听到这里，我们直接开始吧。各位，我跟这个阿姨也是聊，我们先列一下提纲啊，就今天我跟中介还有房东就这个房东阿姨，我们去到这个前面这个行政中心啊，这种办证大厅，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地方啊，比如说你房子的交易啊，不动产的交易啊，也就是车辆的交易、不动产的交易，还有你身份证护照的交易。我当时1点30去早了，我在那个大厅里面问我的护照呢，我护照2016年办的，这是一题外话，10年到期了。那前面那个女的也是非常热情，我说我怎么12367移民局上面预约不能预约啊？我到底能不能在镇江办？我们不是最多跑一趟，可以在这边办吗？他说你可以在这边办，你买房的最好了，到时候如果有转账记录。这个你这个护照啊，这护照不讲了，各位，就意思能办。我开始在那里聊那护照的，那中介说你在哪里啊？然后我就上去了。我们上到大厅之后啊，那大姐就是中介大姐，中介给了我这个不动产查，他用他的身份证再刷那个卖家的身份证，把这个产权调查给我查了。他拥有这个我们这个房东拥有几套房，就卖家吧，他还有没有抵押，上面清清楚楚的。也许你这个查询只能用于查询之类的，有3张纸呢，我就不展示了，因为上面有一些隐私的信息。那它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啊，我的房子，我跟大家讲，我的房子是10万块钱。3天前的时候，我们谈妥的时候，我没有还价，我就交了2万定金。这个2万定金，中介又转给这个房东或者叫卖家。我以为今天到办证大厅，我们是按10万交易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自己是搞懂了。他这边你简单点理解啊，各位，你买卖双方到这个交易大厅里面，他会给你提到另外一个价格，就不是你们实际双方约定的价格。这个价格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官方叫做什么？存量房交易计税核定价格，你可以理解为官方价，
指导价、过户指导价，或者说标的物的价格、基准价格。这个价格呢，你比如说我的房子是10万是吧？你如果定为9万，它系统里是不通过的。哎，它跟那个网签申报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但是大致雷同啊。你不能过高啊，你定15万也不行，它系统也不会通过。所以就是那个中介跟那个前台的一个工作人员就在商议，你这个价格定多少，最终啊，那个工作人员帮我们定了这个指导价或者基准价或者存量房计税核定价格117290，这个价格是我自己算出来的，各位，是我从这最下面倒出来的。你现在看的是反过来的，但是你听我讲啊，你也听得明白。你看啊，第3步，我们开始今天的干货。我们双方约定啊，实际成交价是10万。那我前天交了2万定金，其实也就转为房款，我等于说还欠这个卖家是8万的尾款，对吧？那卖家需要承担哪些税费呢？我是倒推出来的啊。我们的官方就是指导价不是117290吗？或者标的物的价格。那这里面要除以增值税5%，啊，除以5%之后，它才是一个不含税的一个标的物的价格。它的不含税的价格实际上是111704.76元。他卖家承担的个人所得税啊，是按差额的20%来计算的。因为当时啊，因为是卖家先交他的个人所得税。他算出来是16923.44，而这个单子打出来之后，不是就让这个阿姨啊，房东阿姨让他去交的时候，他说他没钱，还是说他那个限额还是卡还是怎么样？那我说无所谓，我先帮你交这个个人所得税好了，没关系的，等一下尾款我还可以抵扣嘛，对吧？所以我是先拿到这个金额，我慢慢倒着除来的。我刚刚列了一个表格，我自己除出来的，各位，因为它是差额的20%嘛，所以有人说你今天给我上数学课呢，给我绕晕了是吧？因为我算出它的房价，各位，它的标的物不含税的价格不是这个吗？111704.76嘛，就除以5%之后的，所以我们从这个16923.44，就这个卖家交的这个差额20%啊，你除以20%能得到84617.20，所以我们用不含税的价格，这个价格减去这个价格，我们得出来，2008年9月23号，这个卖家这个阿姨她买的房子就是27087.56，这是我自己算出来的，各位。也就是说，2008年9月份，这个房东阿姨她买的价格就是27087.56。这个也代表了2008年镇江市区的一个房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差额20%怎么理解呢？非常清楚，就难怪啊，他工作人员也不跟你解释啊，他说大概是税率17%吧。所以我当时在那里也听得晕乎乎的，那乘下来怎么不对呢？因为我是帮他付了这个个人所得税，我手机账单是有这个16923.44这个价格的，有这个数字的，我就感觉你如果拿这个价格，它官方指导价或者标的物的价格乘以17%的话是不对的，各位。它是除以增值5，就算上不含税。所以我现在呀，我其实讲清楚了，我不跟你绕了。其实简单点说，这个卖家阿姨啊，这个房东啊，他的个人所得税就是差额的20%。你怎么理解呢？你可以这样理解，就大概就17%左右，你这么理解好了。我这个不给你看了。第二个差额20%怎么算的呢？比如说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标的物价格设置的是117290，对吧？你再除以增值税的5%，算出它不含税的时候，然后再减去2008年这个阿姨她9月份当时买的是27087.56，所以她的个人收入大概多了这个84617.2， 84617.2乘以20%，因为它差额是这么多嘛，差额就是8万多，它差额部分的20%，最终算出来这个卖家要交16923.44因为我们这个可能要当为案例的，所以我
这个数字上面都要尤为正确啊。这个卖家只交了个税16923.44，这里把人绕晕了是吧？我就把这个关掉了啊。然后印花税现在没有了，早就不征收了哦。这里跟大家额外说一下好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刚刚绕的云里雾里的是吧？你不用担心，我列了提纲了。所以卖家，你看我们实际就是双方约定10万的房子对吧？你卖家其实承担的费用就一个个人所得税，因为你肯定是赚钱了嘛，大概率是赚钱了，差额的20%，就是我们今天标的物的价格减去你当时房子买过来的时候价格，乘以20%，你这么算下来啊，就是又算含税不含税的，其实大概17%左右的个税，您记一下好了，简单点说就这样。那么这个里面啊，本来它是要缴纳增值税的，但是你刚刚听我讲，这房东阿姨她是2008年9月份买的这个房子，她已经持有了多长时间？已经持有了18年了，17年半，各位，所以她就不用缴纳增值税了。教育费附加什么也都没有了，通通就没有了啊。但是我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如果你的房子持有的没有超过2年的，那你要缴纳增值税啊。我也查了最新的，就刚刚临时查了一下，2006年的新规啊，一直持续到2007年。就是说你持有，就你卖家卖房子的房东，你持有这个房子是时间是从你拿到这个房产证那个时间算的。你如果没有满2年的，你要缴纳这个增值税。其中啊，这个额外的3项税费，比如说城建税啊、教育费附加啊、地方教育费附加，这3项是减半的，就这2年。因此一句话，你的增值税大概在3%左右。它是这个标的物的不含税价格，就比如说我那个是11.7万，你要再除以3%，最后再算这样子的，算下来大概3000多块钱，3600块左右。因为它现在这3项税费是减免的，就大概3%，您记一下就好了。印花税没有了，我再强调一下啊。所以总结一下，你如果是一个房东要卖房子的话，你只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跟增值税就好了。如果你持有超过2年了呢，那增值税没有了，你只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就好了。它是差额的20%，自己算一下好了。然后我重点强调一下，这只是代表这个江苏镇江这边的今年的这个情况，你在其他地方是不是有差异，我不敢讲，但是大差不差。接下来我作为一个买房子的人，我承担了什么税费？我的交易金额，我们双方约定是10万嘛。由于我是第一套房子，这个面积啊也是低于90平方的，我的面积是42平。网上都说契税1%，我也以为是1000块钱，实际上你简单参考一下我的这个金额啊，你看单子在旁边的，我的金额是1192.98，那税率也就是1.19298，简单点说就这样，大概就是1%左右。它也是要除以一个那个不含税的价格之类的，或者有一个优惠怎么着的，它有个浮动的，大概100-200块钱的浮动，你可以理解为1%。我另外还要承担的费用就是明天一个拿到房产证的一个工本费80块钱啊。另外啊，买卖双方都要缴纳这个中介费，中介费在这里啊，为了保留双方的这些隐私什么的，我就不报我的中介费了。我给大家一个参考价格，中介费一般在房屋成交价格的1%、2%、3%、4%、5%不等啊，高的还有更高就不清楚了，因为有些房子几百万的，对吧？这个都是你跟中介谈的，而且情况也有所不同，我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接下来啊，我们基本上税费承担在现场交接之后，我就把房子的尾款我给大家算一下啊，算得出来的。因为这个房东阿姨的她那个个人所得税啊，不是我帮她交的嘛，因为她这个16000个人所得税是我帮她交的，所以我补了尾款大概6万多。我这里讲一个就是所有的交易完成之后，那工作人员说啊，基本上明天能拿房本了。我也非常自觉，我说这样子阿姨，我昨天在手机银行上面设置了那个限额，我把它稍微提了一下，我担心今天转账转不过去嘛，我还有个糟糕的打算是带着他到银行转的，是吧？你这几年不是总是什么银行限额啊这那的嘛，我反正前天
转那个定金的时候，2万块没有出现什么限额什么东西的。刚刚出现一个问题，就大概6点多的时候，宁波的96110给我打电话，反正我隐约感觉也是我下午转账的问题吧。他说你是那个周什么吗？我说对，我们这边检测到你有一个这个交易有个6万多的，是用于什么？是被诈骗了还是什么？我说我是买房的房款，正常的转给这个卖家。他说是这样是吧？那你还在宁波吗？我们要现在见个面。我靠，你看现在弄个这个买个房子，他们积极的都坚持到的，你钱转出去他都知道的。我说我不在那边，他说你在哪？我说我在江苏镇江哪里，我房子他可能还会有这边的民警来找我，这就反正他这个监控的一个题外话吧。我临时想起来的，我反正把地方报给他了，他不知道不说的话会不会影响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买房转这个房款会不会110打电话之类的。你题外话吧。我大概就是反正交易也完成了，我就补了大概6万多的一个6万零多少吧，反正8万块减这个嘛，对吧？再加2万，总共10万块都给这房东阿姨了。他跟我握手什么的因为明天后天他可能他2个电视什么还要搬掉，我到时候还得去帮个忙，帮他叫个货拉拉之类的，这都小问题。我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那最后我们交易完成之后，我就想起来这水啊电啊燃气不是还没交接呢吗？对吧？这个时候这个房东阿姨也特别热情，她说我要不现在今天或者怎么样，我就直接把这水电我们去哪里去交接一下就好了。我的想法也是，那我们得去哪里？国家电网，2个人去国家电网或者自来水公司那种营业厅吗？我是这么想的那这个时候中介就说不用，你明天也不用跑了，就在那行政大厅政务中心那旁边有那种自助的机子的，就是国家电网还有自来水公司还有这种燃气公司，他们都在那机器上面。因为现在其实这个房子已经挂在我名下了，就是我简单点说，就是房东不用去了，现在中介帮我去抄一下水号电费号都在那单元楼里面，还有水费的号去抄一下，然后明天中介，因为中介也有我的身份证号之类的，也会率先帮我拿到这个房产的这个本就那种猪肝色的，到时候就是你这个卖家这个房东不需要再出现了，这些水号电号燃气号可以强行绑定到我的名下这中介会帮我操作的。所以跟我想的也不一样，跟各位想的也不一样吧。就现在其实不麻烦的，你办什么任何东西其实也不麻烦，这买房其实也不麻烦。当然这些事情你最好买卖双方事先事后，包括其实像物业费包括其他的房子的一些瑕疵什么的，你都要沟通一下就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一些经验这总结的经验也非常长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感慨。就是其实我这么今天下午经历一下的话，就是你去行政大厅去办这个买房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那个工作人员在那上面电脑上敲一些东西，你去这个配合这里我补充一题外话，作为买家我的话，我是带了身份证户口本卖家阿姨的话她肯定要带她的房产证身份证，她那边好像要带个结婚证的，因为当时那个工作人员也问我有没有结婚，我说我没结婚，他这个好像也得登记或者干嘛的，就要带这些东西。我再啰嗦一下我带了买房的人，我带了身份证还有户口本，要给那工作人员他们要登记还是干嘛的。当时我们2个交易的时候也要一起对着那个镜头一起拍个照，反正也是相当于档案会记录到系统里面吧。那卖家的阿姨她带了这种结婚证身份证她的这个那个猪肝色的这个就是房产证嘛，她还拿错了，我还带着她回来我们拿的，又淋着雨过去也算我们2个一个经历吧我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个人总结的一个东西如果我知道有些人就心比较大嘛，你买卖双方想跳过中介去进行这个交易，其实我不太建议各位去进行这种操作。其实你中介费给一点也是比较省心的，各位真的是这样子。你们如果自己
买卖双方自己到营业大厅，就那个行政大厅去交易的话，它存在很多种扯皮的情况。我这里列了啊，是我在交易的过程中我想到的一些情况。第一个啊，你像我刚刚自己交了个税，我知道这个税是我帮买家付的，帮这个房东付的。就是说有时候有一种情况啊，房东他也没有卖过房子，他也是第一次卖房子，就你们这个实际成交的这个个税啊，他本来自己到网上去查，也没有我这样的参考视频，他查出来比如说是15000，你像实际我们今天到这个大厅里面是16900，那房东他不开心啊。有些人你们都知道的，你看我发个视频，这么多傻帽跟我抬杠，他这种卖家很恶心的，他就是说多出了1500，他不愿意承担了，他说你买房子你来承担，或者有些区域啊，就是叫这个个人所得税叫什么增值税，叫买房子的人承担。你没有中介的话，你们这样自己在这里搞来搞去，很容易在大厅里吵起来，打架都有可能的。各位，还有些人啊，我再举一个我想到的，比如说他这个房子拿到房产证的时候，他是以那个拿到房产证的时间算你持有2年的。那如果这个卖家房东如果他自己计算错误啊，他说我不用交这个增值税，我持有2年了，实际到那里万一有他差1个月到2年，那这时候还是要交增值税的，你愿意等1个月吗？你们又开始扯皮了。他也没有查过，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卖房子。那这种教育费附加啊，还有城建税啊，还有地方教育费附加这种3项费用，比如说100-200块钱啊，不是加下来多少3000多块钱，他让你买家承担，你愿意吗？你们俩又开始扯皮了，你可能不买了，他又告你，你没有签了合同，是不是？这就是你不找中介可能会有这些问题。第三个就是可能很多人会碰到的，这房子啊是他夫妻共有的，比如说他老婆出来单独卖这个房子，你一到大厅去交易，慌，你傻帽了，他老公没签字或者他老婆没签字，你过不了户啊。第四个就户口问题，就是这种你买完之后啊，搞了半天没有迁出户口，我这个房东阿姨讲过了，他自己会迁出去的，反正我也不太在意这个东西，我强制起诉也可以，就无所谓，我们沟通好了吧。啊，就有这种户口问题不签的，你们交易好了，这房子他就那一个房子户口就挂在那里，他还没买房或者也不打算买房，他还有农村户口，他又搞来搞去的，他迟迟的不愿意迁户口，你去起诉呢，最后弄了他又是像老外一样在这搞来搞去，对吧？你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中介啊，就会你自己会比较烦恼啊。第五个也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什么叫做抵押。什么叫房屋抵押？你们在一些比如说阿里拍卖上面总是说，哎，该房屋有抵押，该房屋有质押，它是一个情况啊。第一种就是他只抵押了一次，就是大家经常理解的，他买房的时候啊，付了20%、30%的首付。说简单点啊，我用最简单的经济常识跟大家讲清楚，这个买房人他当时是没什么钱的，是一个穷鬼一个。比如说100万的房子，他贷款了50万或者贷款了多少啊？贷款了80万，他只付了20万，也就是说他向银行借款买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就变相的债权人其实是这个银行，就他一旦还不上了，一旦这个工作没有了，一旦信誉下降了，社会信誉下降了，那这个房子是给这个银行的，大家都听说过，都懂这个其中的一些简单的逻辑嘛。他还有一种2次抵押的情况，这个家伙买房子的时候问银行借了一些钱还不够，他私底下又问这种个人的金融机构，又把这房子抵押给别人，又借了一屁股钱。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说你买卖双方到这个行政大厅去交易房子的时候，你这个房子一定是要结清尾款，没有抵押的情况下，也没有2次抵押的情况下，你才能交易的，不然这个交易就驳回了。它这里面有什么 bug， 有什么点呢？你比如说啊，这个家伙，我们说一种极端的情况，就卖你房子这个房东，他的信誉非常差。他本来啊，你比如说你定金交了30万，你200-300万的房子，你先交了30万定金给他，这个卖房子的人他的计划是30万填到这个尾款里面，在哪里借点钱，哎，把这个房款结清了，然后去卖。但是他拿到30万之后，他也没怎么操作，或者法院直接查封过来了，
这种情况也有啊，对吧？绝对有这种情况，是我自己想到的。所以你这抵押的房子，你不找中介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搞清楚了，或者你真的很懂这个东西的话，一定要跟房东讲清楚这个事情。啊，他把这个尾款结清了，没有抵押的情况下，没有抵押的状态以及二次抵押的状态，才能在那个窗口交易啊，不然会被驳回的。我其他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临时想到的，反正这个交易过程啊比较漫长，我又带着这个房东阿姨回来，我们前后进行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吧。我们现场也一直在聊天啊，因为我说我前几年做这个自媒体啊，这个个税可以退的，因为这个房东阿姨她等于说交了16000左右的这个个税嘛。我在想你个税有没有，大概2027年3月份，到时候你看一下，看那个税会不会退给你。哎，这工作人员一男哥们儿啊，稍微说话非常客气，应该是听着镇江本地人，就是他就跟我们科普啊，他说你如果你要近期买房的话，这个个税可以全部退掉的，也就是说房东缴纳的这16923块4毛4啊，可以全额退款。你没有听错啊，我们后续房子我钱转给他之后，我们又跑到单独另外一个21几房间，它是有两个这种办公区域的。第一个就3位数的这种办不动产的交易的窗口，缴税的、打票的、签合同的好几个窗口。另外一个啊，你像这种个税抵扣的，我们相当于解锁了这个副本一样，它在最里面，是这个男哥们儿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的。我也是聊出来，因为这个房东阿姨她个税前几年也没退过，她那个工资那边有1万多，那公司里面好像就是为了避税又给她少打怎么着的，她自己也不是太懂。我只是提了一下，我说2027年3月份你要看一下，因为今年的会计年都已经过了一半嘛，对吧？也是我隐藏的给大家一个信息，就是说你像这房东阿姨一样，她确实是置换，她只想买一个2楼3楼的，因为她年纪大了，50多岁了，她膝盖也受不了，就爬我那个房子就可能就确实就持着膝盖受不了嘛。她现在接下来啊，到2026年8月7号前接下来1个月内还是接下来2个月内，如果她买房啊超过我这个成交价10万块的话，一定要超过我这个成交价10万块，他这个个税可以全额退哦，或者全额再抵扣某种形式。也就是说这个阿姨她的这个16000相当于就没缴税啊，因为她接下来是要买房的嘛。我最后我跟阿姨讲，我说你看我帮了你一个吧，连我们聊了这种废话，还帮你这17000的税费，等于说帮你退回来可以免了，而且阿姨非常开心，走的时候跟我握手怎么着的。我说没关系，明天叫货拉拉，我们到时候再联系吧。最后啊，我们今天啊没有走什么资金监管账户。我其实前天的时候我也在想要不要弄这个东西，我今天去的时候也在问啊，那中介说话也是有点含糊其辞的，因为我们3方啊就是可能都比较有缘分吧，整个过程交易就是聊的啊各方面可以说都知根知底了。甚至我买这床垫怎么运过来我也跟他讲，因为我是货拉拉运过来的嘛，也就没多少钱，送上楼我还给人家发了50块红包。那阿姨就说要不你改天帮我叫货拉拉好了，因为他那个2个就是我那房子里面的，他那2个电视啊、梳妆台，还有一保险柜，还有那冰箱什么，他要带走，他先放到他亲戚那边，因为他另外一个大市口那第1楼间那房子2楼的租给别人了，他也不想去那个房子他也不想住，他南京也有那种宿舍什么的啊，也可以说不差钱之类的吧。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其实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参考的，因为我们这中介啊，他姐姐他弟弟在我们都认识，都有微信，就真正扯皮的话他们会是吃亏的，因为我本身拍视频，你像我现在架着设备直接到他店里维权，他哭死了，是不是？我大概率我自己判断不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你们啊最好还是走那种网签监管资金账户。我们这双方呢信任值啊，他中介实体店在这里也很久了，比较高的情况下，双方聊得也很愉快。我是在现场，我们最后我直接把钱打给这个房东阿姨的，然后这中介也比较负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个收条什么的弄给我了，不给大家看了，因为有个隐私。房东还主动帮我争取，但是收条也要写一个该什么就什么，你收到了这个尾款的8万块之类的，对吧？定金前天给了嘛。
啊，我们缴纳完双方的税费之后啊，就是这写的什么我也记不清什么了，反正到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大概就是我录了多少分钟也没看，感觉说的比较多吧。因为想到有些人会参考我这个视频，我尽量把每个一些细节啊，包括我前期的内心也有一些情绪的东西都跟大家吐槽一下吧。好了，谢谢各位。我是多少7点05分，那录了半小时了。2026年7月份，我最后大家也不再翻着再看一遍了，因为就是说讲的我也满头大汗的。2026年7月份，今天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日期非常吉利啊。其实我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兴奋啊，因为我还想着今天剪视频干嘛的啊。去到那边好，我还在问我那护照的问题呢。我护照都过期2个月了，我是2016年5月份当时办的护照嘛。我在想要不要回那边去办啊，因为现在全国都可以办。我在广东那边当时也问过，这也可以。微信也可以预约之类的。我到那里因为去早了，一直在跟那个女的扯护照那个事。我今天你要说我的心情，我天已经黑了，我也没什么特别兴奋的这个感觉，因为就像我讲的，我其实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情。像甚至明天拿到房本了，我也没有特别兴奋。今天我也没有什么吃一顿大餐要自己庆祝一下，没有。就像我开始讲的，我发现有些观众啊，他有很多屁话，有些废话，有些暴露自己这种低智商的言论要跟我讲啊，说什么顶楼热啊，说什么这个你买房子是不是这个决定太快了，或者怎么样啊，怎么样。我视频有讲了，上一个视频前几个视频有讲了，我说大概率在这里最少要待很久嘛，你住几年是吧？这房租也是扔出去的，你不如买套房子，因为问题是不贵啊。大家今天看到我这个成交价，10万块钱的房子你买什么？各位，你现在10万块能买什么？我问一下各位，有些人你有时间跟我抬杠，你可以打开你的自己的主页看一下，就你个人社交的主页啊，你有做什么事情吗？我今天花大半小时实实在在的把我这个样本放出来帮助到各位，我有做一些事情啊，更不用说我过去几年做了这么多视频之类的。有些人总是跟我抬杠啊，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资格吐槽我在做事啊？你在干嘛？你是纯抬杠啊，是不是？好了，其他我不吐槽了。希望我今天的这个实际的案例能帮助到各位，也是仅仅代表这江苏镇江2026年7月份的一个价格。我刚刚算出来的时候啊，我也是惊呆了。就2008年的时候，那个房子是27000块钱，各位。我刚刚算出来之后，我也想了一下。2008年我在宁波的时候收入，2002年我父亲是车间主任啊，他做那种注塑机那种做那种反正塑料的东西的，我父亲是1500的工资，他还是车间主任啊，各位。2008年大概我国的平均工资也就是可能2000不到，能拿2000不错了，各位。我2012年暑假送跑腿公司加送菜，当然我当时做2份工作啊，一个月有5000收入。我是结合2008年，就大概我在想当时的人也挺难的，就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呐，就我现在入手的这套房子大概在18年前是27000的价格。你有没有想过，在18年前有些人也这么一个2万多的房子他也买不起哦。你想想一个月也就1-2000块钱，你吃饭一个月的一家人的话基本上吃就没了。虽然那时候物价你什么牛肉面大概也4块5块一碗的，你一家人几个人呢，是吧？有些人也买不起房，你也得存个说的这个正常一点，你也得存个5年6年8年的。也就是说你2008年想买一个2-3万的房子，你一家3口的话，你得到2013年14年要买。然后大家再对一下时间线，2013年14年棚户改造又来了，房价又飙升了。所以有些人你这么一算的话，有些人好像在过去10几年他一直都被这个房子给困扰着。各位你算一下，你这样 AI 也很发达，你还可以跟 AI 聊一下。2014年我国是刚开始棚户改造的，房价刚起升的。宁波清陵湾天水家园那里本来8-9千的房子，各位后面飙到1万多，现在后面飙到3万的。然后现在我说一下现在的情况，你看一下电脑的时间，这个我没有改啊，它是正确的。现在已经2026年7月份了，你看你现在有多少人能拿出10万块钱这样买一套房子？
我呢，就是这样说可能就觉得自己比较拽呀，或者比较那么怎么样？有多少人手头有10万现金呢？我反问一下各位，就是算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吧。我这么算一算，刚刚我算了半小时的时候，我愣在那里了。好了，各位参考一下吧，希望能帮助到各位，同时也是这种生活碎碎念的一个分享，也给未来的人参考一下。这些简单的数据代表我们这个时代啊，以普通人为了一套房，可能有些阿姨啊，有些叔叔，包括有些台湾人，可能今天看了半天，哦，原来是这个价格，也是可能有一些感慨吧。希望各位能找到这个视频中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情绪、一些感受，这样子吧。下节目再见，拜拜。